大家好，我是江波。然后这款头发的话，我今天跟大家用上下的2个分区的层次来完成。在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就是上下的2个层次，我们用的是制造2个轻柔的方式。然后大家记得那款头发吗？那今天我们还是利用上下2个层次的方式，然后给大家制造一个比较饱满的、看起来比较显得圆润的一款设计。然后我现在开始教大家怎么做。好，首先还是一样的，我们先分区，然后找到头顶最高点跟黄金点中间，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的把它分到耳上，好，然后还是在这中间的这条线的一半的位置，将它上下分出来。对，这个分区大家现在都学会了吗？好，然后两边一样的方式。好，两边相同的方式。然后把它分出来。好它。然后后部还是把它分到后部的最高点，还是分到后面的最高点。对，两边一样的方式。好，然后把它分开。分开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修剪了。首先呢，我们先设定基础的层次。好，然后设定在发际线下2个指位的部分，然后不要太长。好。先把基础的长度先把它设定好，这侧一样的方式，也先把基础的长度先设定好，然后我们去找到我们后部想要堆积的位置，是要偏重的堆积还是要偏轻的堆积，所以大家计算好。因为这个头发的话，我们要表现的看起来稍微青春活力一点，所以我们会选择偏轻的一个堆积给它来做好，很清楚。偏轻的一个堆积，上面长下面短的意思，挺好。还是做斜前的划分，然后我们向后带一个发片，同样的方式。先看清楚语线。好，继续做斜前的划分，还是向后带一个发片。好，一样的。好，然后转角前的头发，我们全部拉到转角的部分来修剪。好，转角的头发全部拉至转角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放长前面。好，全部拉到转角来，可以放长前面，然后一直剪到耳上。还是全部梳到转角。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将前面的头发，然后去放长。好，然后放长前面。然后就到侧面，我们现在来观察侧面。好，侧面的头发我们还是做斜前的划分。侧面的头发我们全部拉到，看一下，全部把它拉到耳上。好，角度看清楚。好，全部把它拉到耳上来。好，以耳上的这里的引线作为指导。梳好，去保留前面的长度，全部梳到耳上，全部梳到耳上。
同样的，全部梳到耳上来。好，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前面的头发我们就最大限度的得到了保留，就放长了它。整个后部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前面放的也会非常非常的长，然后就过来了。对，另外一侧我们一样的方式梳过来，还是用最轻的堆积。好，用最轻的堆积的方式来完成它。好，再来。转角内我们向前，不是向前一个发片，对，最轻的堆积。好，转角前的头发全部拉到转角来，保留前面的长度，同时放长前面。全部拉到转角，梳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效的去放长正面的头发，注意保持好两边的长度，要保持一致，不要出现这种一边长一边短的现象。好，每一片的同样的方式，然后向后带一片。注意，转角前的头发，我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把它全部拉到转角来，所以两边的头发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它的长度。转角前的头发拉到转角来。好，这个一样的方式，一样的。注意保持好这里的长度，然后耳朵之前的头发，我们全部梳到耳上，跟另外一侧相同的方式，全部梳到耳上，注意角度，然后还有看清楚你的指导线。注意角度，看清楚你的指导线。同样的方式，全部梳到耳上。好，同样的，全部梳到耳上。好，然后我们来去对比两侧的长度，要保持一致，一样的方法。好，然后侧面我们就完成了，然后全部剪完以后，我们看，逐渐的去放长前面的同时，然后去将整个鬓角侧面的部分的头发全部保留出来。对，好，然后下面层次完成以后，我们再来完成上面这个层次。OK。
对，上面的层次的话，我们就使用一个斜厚的堆积。对，这里我们用斜浅的堆积。好，上面的话我们就用斜厚的堆积，做斜厚的划分。看一下，在这里的话，我们要去计算一下，我们要落差的位置，你是在鼻尖呢，还是在嘴角，还是在眼角？所以你要去特别的去注意好。所以这个的话，我们把它设定在鼻尖的位置。好，做鼻尖这里。好，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下面的头发连接跟不连接，只需要拉到它堆积的位置，然后做开始修剪就好了。对，好，然后另外这样的同样的方式，跟着前面的引线全部拉到45度的位置，开始。好，开始过来。做这个斜厚的堆积呢，刚好在这一侧做成这样的一个重量。好，同样的方法，然后开始到后边，那前面这里我们不需要管后边，所以到这里中间的部分的时候，它就感觉像连起来一样的，就刚好做一个连接。那我们这里就形成了这种看似这里有一个很清晰的鬓角。然后里边带有很强的向前的推力的同时，上面制造向后的推力，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的层次。好，然后我们再剪另外一侧。好，另外一侧我们一样的方法，还是做斜厚的划分。好，然后长度还是相同的，我们还是以鼻尖做引线，记住鼻尖哦。还是以鼻尖作为引线，不要长，然后跟着它全部梳到45度向后，剪过来。这里连接不连接不需要去考虑，然后到中间的位置自然而然就差不多就连上了，所以我们只是单独的去考虑上面的这个层次，就是一个斜厚的堆积的层次。好，斜厚的堆积的层次，全部完成这个斜厚的堆积的层次。这侧一样的方式梳过来，那我们看就一条很好的去将鬓角保留住，在后部这里有很强烈的往前推的头发的同时，这里又产生一个往后的流向，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短发看起来就会别有一番风味。然后后边同样的方法，跟着前面的头发，然后剪过来，跟着它，然后剪过来。跟着它剪过来，不用管。那好，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不用去思考下面的头发连不住的地方，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去考虑它连住。好，所有头发跟过来，所有头发跟过来。好，剪好，然后全部拉到这边。全部拉到这边，好，我们还是跟着前面的指导线，跟着前面的指导线，然后把它剪过来。剪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整个结构就完成了。那下边我们用了一个斜前的堆积，然后上边的话我们用了一个斜厚的堆积，那形成了这样子，在
前后的2个方向这样子的一种护状，所以既保留了下部的这个长度，然后同时呢又制造了一个看起来很女人的一个女性的这样子上面的一个重量。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还有一个脚的部分就在上面，我们把它去掉。好，然后头顶这里的话，因为我们都是建立了它的重量，所以拿起来以后，然后把它去重新去剪掉一部分，把这个角去掉，然后继续，好，然后把角去掉，继续去掉这个角。好，这个角去完以后，我们还有在骨梁区的部分，依然还有一些小角的存在，然后拿起来前后，然后让它稍微去柔和一下，前后，让它稍微去柔和一些。再柔和一些。好，一样的方式，前后，好，让它柔和一下。好，剪到这里的话，我们整个结构差不多就剪完了。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下的2个层次，就是可以更好的去上下的去控制我们的头骨。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剪的这个学前的堆积的饽饽头，它会给人感觉看起来特别的帅气，但是加入这样的一个斜后的堆积的时候，给人感觉看起来那种女性的感觉就会更强一些。哎，这是今天我们这个层次的搭配。哎，好，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给它做基础吹风。好，那我们现在去整个基础吹风就完成了。完成好基础的吹风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从上面看，这是一条斜后的一条线逐渐下来的，下面看是逐渐的用斜前的线放长了这样子的前面，有这个层次搭配起来看起来更加的有味道。那我们现在开始给它进行修饰。谢谢。好，修饰的话，我们就从后向前，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把发量给它进行调整。因为在短发上的时候，就是发量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非常的重视这个量感的调节。发尾的部分，我们轻轻的去做一些点剪。好，不建议这个尾巴剪得太过于碎，所以只是柔和一下好了。好，然后从上部开始，然后我们做这些阶梯式的打薄，好，尤其是尾巴做一些，好，一样的做这种阶梯式的打薄，好，同样的方式，好，尤其发尾多做一些柔和。所以不要让发尾看起来全部堆叠在一起，那样子的话显得就看起来非常的厚重了。好，一样的做这种阶梯式的打薄，
臀部，好，臀部，全部做好，注意，千万不要发尾看起来太过于的硬朗。然后，如果这个时候还是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从距离根部的部分，然后将发量再拿掉一部分。对，修饰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均匀。好，到另外一侧，对，然后从黄金点沿着骨梁区推出来。好，然后同样的方法，然后从根部的部分做阶梯式的打薄。好，将发尾融合在一起，从靠根部的部分，全部让它融合在一起。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均匀，还有保持尾巴跟发尾跟发尾之间的这个融洽度非常的重要，对这个头来说。OK， 好，一样的方法。好，注意，我们修饰的目的是为了让它看起来更加的融合，不是为了要把头发打坏，所以这一点上大家特别的注意。有很多发型师朋友，大家剪完以后，整个头发全部被破坏掉，被完全剪碎掉了，所以就很难看。所以这一点上，大家要特别的去重视起来。好，然后再到上面。好，上面的话，我们一样的方法，拿起来的话一样的，接近于发根5厘米的地方，我们做这种阶梯式的打薄，还是把它上下好完整的融合在一起，然后继续一层一层做这阶梯式的打薄。然后将头发完整的融洽在一起。好，一层一层的梳过来。好，全部保持好层次跟层次之间做到充分的衔接，但是剪到刘海这里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太靠根，以免跟客户在梳头发的时候，然后很容易刺出来。对。那我们现在在修饰完以后，大家就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线，这样一条线跟这样的一条线的一种结合。好，还是注意头发跟头发之间还是要观察它的融合度，不要出现硬的印记。好，另外一侧我们同样的修饰的方法。好，两边相同的方式，然后做阶梯式的打薄。好，然后全部做这种阶梯式的打薄。好。同样的方式，好，另一侧表面的这层还是一样的，不要去的太靠根，注意一下，因为表面这层的话，
太靠跟的时候，很容易客户压到耳朵后边的时候，然后这里会有头发碎出来，就不好看了。还有注意观察，那这里的发髻我去掉了以后，它还是有印子，我们继续跟它去融合住它。好，继续跟它融合住它。好，然后我们再到头顶的部分。头顶的部分它其实才是全头量最大的地方，只要它头上这里发量不谢顶的情况下，按正常讲，头顶的量是分布最大的，所以在去头顶的量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多剪几道。好，还是利用这种阶梯式的打薄。还有表面这层，记住，永远在做表面这层的时候，不要去得太靠跟。好。好，然后基础吹风结束以后，修饰完了，我们就直接然后打一些软的一些发蜡，会加一些精油。但是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用特别硬的硬蜡，因为短发的话，我们基础吹风结束即造型结束了。对，好，均匀的，然后进行涂抹。大家注意一点，就短发的时候，尽量的让大家养成这种涂抹湿发品的习惯，因为非常重要。你就再好的头发，短发你不涂点东西，头发它也会再现性也会减弱。所以这一点大家做客人的时候要特别跟客人去强调，而且还可以增加一些我们的外卖的一些项目。对，好，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剪完以后，这个鬓角我们是留着，然后最后我们把它会选择它将耳后的部分，然后进行去压制过来。对，然后
好，上面头发刚好在这个位置，然后去给它梳理好，然后这侧也是一样的方式，然后做去梳理。然后上面头发我们跟它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好，然后我们跟它，然后把上面头发让它看起来稍微光滑一些。可以总结，我看一下镜头里。好，这是我们整个今天完成好以后的整个效果。这款上下的2个层次的这种构造，如果我们用于剪一些这种看似很精致的这些短发，对，然后对一些年轻的客户也好，或者成熟的客户也好，都会比较适用。而且的话，尤其是针对于头型不是特别好的那些客人的话，我们可以很好的去控制头型上下的这些结构，让上面蓬松啊，下面收紧啊，下面蓬松啊，上面动感啊，这项都可以。所以希望这个分区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创作上的感觉。所以整个上下的2个层次的话，那我们就2个，希望大家透过这2个技术，然后可以真正打开你剪头发的一个思维。好，加油！